对我们来说啊，太阳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要是人类可以制造一个人工太阳，会发生什么？可以说，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里都会把太阳当作是一个象征。那甚至在有些神话里，还会把太阳说成是神明，并且去膜拜它。因为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里，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需要依靠它的能量才能生存下去。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崇拜太阳也算是挺正常的事儿了。大家好，今天聊能不能通过核聚变制造一个太阳，去获得几乎无限的能量。那目前来说啊，我们对太阳释放能量的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太阳主要是由氢组成的，在它中心的位置啊，温度可以高达1500万摄氏度。那甚至在2000亿大气压的环境下，氢原子不断的发生碰撞融合，就变成了氦。那同时它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所以太阳的本质就是不停的在发生核聚变反应的过程。那要是我们可以利用和太阳相同的能源，也就是氢啊，是不是就能解决人类目前面临几乎所有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截止到2021年，在人类使用的所有能源里，差不多有80%都是包括石油和煤炭在内的化石燃料。而大量的使用这种可以燃烧的燃料，就会导致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我相信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啊。那可能有人就会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清洁能源，比如风能或者太阳能，不就解决污染这个问题了吗？但其实在现实里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些能源都太依赖自然环境了，不是人类可以控制或者自由调节输出的。这也就代表清洁能源的局限性太强了。而现有的核电站虽然可以用核裂变发电，但它出事故的风险也很大，尤其是怎么处理核废料，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那在相比之下，核聚变就可以利用地球上丰富的氢作为燃料。那它神奇的地方就是啊，不会排放二氧化碳，更不会生成带有放射性的核废料。那除了这些，核聚变发电的输出量也是可以自由控制的，所以才说氢是目前最理想的清洁能源。那这也是为啥从长期来看，人类最想利用的还是核聚变发电，只是目前啊，我们的技术还做不到在没有任何破坏的情况下安全持续的使用核聚变发电。那其实原因也特别的简单，因为想让原子核发生碰撞，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就像同级的磁铁，它们会相互排斥一样，而原子核它都是带有正电荷的。当两个原子核想要靠近的时候，那这种相互排斥的力很大。那如果想让它们碰撞，就必须要克服这个力，而要克服这个排斥力，只有几个方法可以实现。首先是需要极高的温度，让原子核可以高速的运动。那其次是需要极高的压力，把它们强行的压在一起，或者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为了实现这个技术啊，就有人提出可以用刀川作为混合燃料，因为这个组合也可以产生核聚变反应。但问题是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燃料会变成等离子体，它是一种高温带电的气体，所以如何把等离子体的燃料约束在圈里，这又是一个天大的难题。那目前啊，也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托卡马克装置，在一个圆形的容器周围安装上超导磁体，再利用这些超强的磁场把等离子体给困住，让它没有办法跑出去。那同样也是在2021年，我们自己的核聚变装置东风超环也创造了世界纪录啊！它把燃料加热到了1.2亿度，并且在设备中稳定的维持了101秒，随后在7000万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让等离子体维持了17分钟。那单单这一个案例啊，就直接轰动了全世界，也代表了我们在核聚变的技术上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但有一点啊，只维持了几分钟就已经变成世界新闻了，那就可想而知，我们距离真正的用核聚变技术持续安全的发电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那也就是说，就算目前我们成功的把等离子体给困住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第一个就是能量收支，因为核聚变在把燃料加热到超高温的时候啊，就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能量。那虽然说核聚变如果一旦发生啊，它释放的能量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的实验能够实现能量的输出大于能量的投入。而且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主要是以热的方式出现，那如果想让它反应持续的进行，就需要维持等离子体的稳定，
那如果温度高或者等离子体不稳定，就会导致反应中断，也就是说不能再继续的发电了。那第二个难点是怎么把热能变成电能？因为热量是不能直接变成电的，那只有按照目前的技术像火力发电厂一样，先把水烧成蒸汽，再用蒸汽带动涡轮发电。但是核聚变燃料它本身的热量太大了，不能让它直接跟容器接触。也就是说，想要从核聚变的反应里提取到电能，就需要更多的新技术。但就算以上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还有安全的问题也是难题。先不要说核聚变了，就连我们以为简单的核裂变发电也出过像切尔诺贝利和福岛这样的事故。但虽然核聚变的事故风险相对来说小那么一点，这是因为在目前的技术下，核聚变它是很难持续的进行，一旦出现情况，反应就会自己立马的停止。而等离子体的燃料只有几克，就算泄露了也不会造成太大范围的伤害，但这也不代表它是完全安全的而我们现在研究的核反应主要是把氘和氚融合成氦去产生高能中子，而这些高能中子它对生物是有危害的，所以核聚变反应堆必须要防止中子辐射的泄露。那目前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但还是要面对成本的问题。那尴尬的是它的建造成本太高了，在现有的社会结构里，成本高或者不划算的技术就代表它一定会被淘汰。这也是为什么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而核聚变在未来能不能变成有竞争力的发电价格，到目前还是确定不了。那最后，想要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小太阳，可能比你想的还要难很多。这也是在核聚变领域的人经常开玩笑说的，核聚变总是离实用化还有30年的距离。那未来的人能不能用上这种梦幻的新能源技术，就要看托克马克装置了。如果你感觉累了就休息休息因为这是你生而为人的权利，你并不是一个机器只是为了挣一天钱吃饭而活着。